糖糖姐，醒醒！我不是死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放开我！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傅景恒的未婚妻，让他知道了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傅景恒的未婚妻，阮棠，你到现在还在做这种美梦呢？景恒，你终于来了，你快救我！早知今日，你当初为什么欠下那么多高利贷？现在我也帮不了你。什么？明明是你被查出偷税，是你跟我说，只要先补上这个窟窿，你马上就会还上这笔钱，我才是借的。阮棠，你真是傻得可笑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景恒他喜欢的人是我，这些年要不是你来在中间，我们早就在一起了。他早就想找机会彻底的摆脱你。江峰，你忘了吗？为了捧你，我倾尽了所有。我为了你，好好的阮家大小姐我不做，我去当一个18线的女演员陪在你身边。你答应过我你要娶我，傅时宴亲口说过，他亲口说过要让你娶我的。你别跟我提傅时宴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傅时宴喜欢了你整整10年，到头来却逼着我娶你，因为你一个人，害得我傅家鸡犬不宁。所以，你落得现在这个下场，都是活该的。阮棠，阮棠，傅总，快走！阮棠，是我来晚了，都怪我。阮棠，先记住，别带你去医院。不是我的错，小时候是我弄丑的，我一定不会喜欢傅景恒，我一定不会。糖糖，糖糖，你怎么了？这是傅景恒23岁的生日宴，难道我回到了5年前？糖糖姐，你别纠结了，你穿这身衣服啊，景恒哥哥一定会很喜欢的。走吧。傅少，生日快乐！谢谢。又帅了。这场生日会是我为傅景恒用心准备了1个月，可他却压根没打算邀请我来。当初我还听了阮西西的建议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自己打扮成礼物送给了傅景恒，最后他还觉得我丢人，大发雷霆，3个月没理我。不是说了叫你不要来吗？还穿成这样，你存心让我丢人是不是？景恒哥，你等等嘛，糖糖姐给你准备了礼物呢。糖糖姐，你快说呀！我不管你给我准备什么礼物，我都不想要。现在赶紧给我走，否则我就真生气了。你知道的，我生气，后果很严重。当初傅家不同意傅景恒进娱乐圈，是我倾尽积蓄为他铺路，最后我把他养成了大明星，也养成了仇人，由着他算计我，背叛我，害死我。你耳聋吗？还要我说几遍？滚！滚！你疯了！糖糖姐，你打景恒哥哥干什么？这就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，喜欢吗？哎，这不是一直想做的小演员阮棠吗？他真是为了出名，什么都敢干。这傅家的背景可不是他能惹得起，这下呀，他可死定了。哼！阮棠，今天是我生日，你穿成这样给我丢人现眼就算了，你居然还敢打我！景恒哥，糖糖姐她肯定不是故意的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糖糖姐，你快解释一下啊！误会？没有误会。这一巴掌，我早就想打。你滚！现在立刻给我滚！傅景恒，你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，
你是不是忘了，你现在的一切都是谁给你的？我现在的一切当然是我自己得来的，反倒是你，要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谁会搭理你？我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不会有一个剧组、一家公司用你，否则我就不姓傅。那我告诉你，我不稀罕。跟你待在一个圈子里，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从今天起，老娘退圈，不伺候。还什么靠你自己得来的？狗男人，吃的、喝的、身上穿的，哪样不是我买的？哎，阮堂小姐，请问您今晚是不是对傅景恒求爱不成，因爱生恨，所以……哎。傅时夜喜欢了你整整10年。谢谢小叔。不用谢。傅时宴将成传奇人物、商业天才，年纪轻轻就掌管了傅家。1年前我曾救过他一次，他说可以答应我一个要求，但当时我鬼迷心窍，一心只想和傅景恒在一起，把这么好的机会白白浪费了。听说你把景恒打了？是。你要是真的想和他好好在一起，就不该那么做。不过你也不用太担心，我会去和他好好谈谈的。他既然要娶你，终归是要多包容一些的。对了，傅时宴还以为我爱傅景恒爱得死去活来呢。上一世每次傅景恒跟我吵架，都是他去调解。现在想想，后来那几年我见他的时候比见傅景恒还多。可最后，不，我不想跟傅景恒结婚了，我要取消婚约。不要闹脾气，你小叔，你之前不是答应我可以提一个要求，还算数吗？当然作数。不管多过分，都可以。不管多过分，都可以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你背负骂名，也不会再辜负你的感情。那傅时宴，你能娶我吗？你不是说什么都可以吗？我没意见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，只不过你想以这种方式引起傅景恒的注意，恐怕会适得其反。坏了，都怪我之前舔傅景恒舔得太厉害了，傅时宴以为我要拿这个气他呢。这就开始吃醋了？没有。那我们说好了，明天我就去和傅景恒退婚。哥，制作方那边说咱们答应的另一半赞助没有到场，要把西西的女主给换了。什么？这帮人越来越没规矩了。告诉他们，如果西西不演女主，这个男主我也不演了。是。立刻联系阮腾，让他把剩下的钱尽快打过去。阮腾一直不接电话，刚才我给他发消息，发现他把我拉黑了。烦了他了，还真长脾气了，一晚上没回我。阮腾，不管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，不要找任何理由，10分钟内我要在片场见到你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有病吧？演霸总演上瘾了。怎么了？没事，被狗咬了一下。对了，谢谢你昨天收留我，还帮我瞒着消息，不然又要让我爸妈担心了。没事啊，
今天是傅景恒新戏开机的日子，你不去看看吗？看他干嘛？想到他我就觉得晦气。可是，他那个角色，不是你帮他争取的吗？今早我听说，制作方因为他承诺的钱不到位，可能要换人。真的？那我得去看看。哎，慢点，你手机。我手机。那个，我是去看他笑话的，正好跟他说一下退婚的事儿，你别多想，走了。喂，周助理。副总，有什么吩咐？阮棠今天去了片场，你去吩咐一下现场的导演，万一他跟傅景恒起了什么冲突，别让他受欺负。是。哥哥，我要给你生猴子！咱们分手吧。副总实在是太帅了，第2部戏就是男主，这资源绝了。那当然，听说他可是傅家的继承人呢。哎，他哪天要是回去继承家业了，我上哪去找这种又帅又有钱的太子爷给我演偶像剧看呢？傅景恒，你所有的资源都是拜我所赐。之前为了给你维系人气，甚至连你的粉丝我都花大价钱哄着。这一次我不会再帮你，我看你这个人生怎么找下去。对，这场怎么样？钱都没打回来呢，赶紧看。好，看过了，下一条。好，放心吧，西西，这个女主角你势在必得。我叫你10分钟到，现在已经15分钟了。阮棠，你越来越听不懂人话了。人说的才是人话。傅景恒，你是吗？我不想跟你扯别的，今天我叫你来，就是通知你，尽快把剩下的钱打给制作方，别因为你一个人耽误整个项目。昨天那巴掌是没把你打好是吧？我记得原定的女主不是她吧？怎么，用我的钱买个男主还不够，还想捎带上阮西西，真当我是冤大头啊？你看看你昨天，你害我在那么多人面前丢人，这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阮棠，你别以为你仗着对我小叔的救命之恩让他娶你，我就真拿你没办法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这样，我立刻和你解除婚约。取消婚约？好啊，反正我也不想跟你这种只会吃软饭的自大狂结婚。什么？我今天来就是通知你，我跟你的婚约取消。从今往后，我们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我不会再拿钱给你砸资源，也不会养着你这些粉丝，更不会让你用我的钱哄绿茶开戏。这舆论圈太子爷的人设，自己立吧。站住！你说取消就取消，你当我傅景恒是什么人？真不好意思，我就没把你当人。你怎么还在这儿呢？躲开，别让！别动他，他是我带来的人。你们换女主为什么不跟我打声招呼？我告诉你，阮西西要是不演女主，我也不演了。傅少，不是我不帮你，你说你人都来了，就把钱打回来不就完了吗？这钱他拿不出来，毕竟这个角色也是靠吃软饭得来的，对吧？既然我们傅少不愿意跟其他女演员搭戏，又拿不出赞助，那不如主动退出，拿回之前的钱，不是一举两得？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赞助费我绝对不会退的。你要是真不演，赶紧走，别耽误我时间。你急什么呀？我说了不给钱了吗？那你倒是拿呀！真当我拿不出这点零花钱是吗？怎么可能？这是我小叔的黑卡，怎么会余额不足啊？还有件事，傅景恒之前答应和你订婚，我开出了条件，是公司股份的10%。如果你确定要取消婚约，那这股份他就拿不到了。10%？是傅氏集团的10%？这狗男人这么有钱，还花老娘的钱。傅时宴，我求你了，你赶紧把这股份收回吧。啊，还有，把他银行卡也停了。好。
傅景恒，没了这笔股份，我看你还怎么继续装太子爷。你玩我呢？来人，把他东西全给我扔了！喂，等会儿，那个阮小姐，刚才误会了啊，我态度不好，您别跟我计较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那个副总啊，刚才交代了，说今天阮小姐会来片场，让我们务必要接待好您，一定不能让您受委屈。副总？哪个副总啊？还能是谁？当然是我小叔了。我就知道你仗着对我小叔的救命之恩得寸进尺，我小叔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更何况我是傅家的人，他怎么会向着外人呢？原来是这样啊，太好了。那我们是不是继续可以当男女主了？当然了。那赞助费呢？有了副总的支持，那点赞助算什么呀？傅少，阮小姐，咱们进去准备开拍吧。慢着，张导，你怎么能确定阮小姐就是阮西西呢？我也姓阮。阮堂，你非得这么自取其辱吗？这本来就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我小叔怎么可能特意打招呼照顾你呢？就是，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黑料吗？站着就晦气，还多管闲事儿。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慢着，刚才你耍了我这么久，还差点耽误了我和西西的大事，就这么让你走了，太便宜你了。哦，那你想怎么样？我的银行卡被冻结，也是你搞的鬼吧？你嫉妒西西能演女主，自己跑龙套都没人要，所以跑来大闹一场，对吗？继续说，所以呢？你害得西西差点丢了角色，差点连累了我，连累了整个傅家的名声，所以我要求你现在立刻把赞助费打过来，当做我的精神损失费，并且给西西道歉。说了半天还是为了要钱。你现在给西西道歉，乖乖掏钱，以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我可是傅家的人，你不会以为我掏不起这几千万吧？我是在给你台阶下。我不需要，既然你拿得出来，那就赶紧打钱啊！你堂堂的傅少，不会只有一张卡里有钱吧？这样吧，如果你能拿得出这5000万，我就再加1倍打给你，怎么样？敢不敢证明一下实力？阮堂，你少在这里阴阳怪气。景恒哥哥，你快换张卡证明给他看，到时候他拿不出钱，看他还怎么嘴硬。如果被别人知道，其实我在傅家根本没什么地位，花的钱都是阮堂给的，那我以后还有什么脸见人？阮堂，我以前对你太纵容了，你别不知好歹。傅景恒，你脑子有病就去看看，少在这跟我发癫。反正今天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们自便。给我回来！放手！刚才给你机会，你不好好利用，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我要你给我跪下，给我、西西还有为我担心的粉丝们道歉。傅景恒，你疯了吗？我警告你，现在立刻给我放手！你不道歉别想走，就算我小叔来了也没有用，跪下！跪下！小叔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就是傅家小叔傅时宴。之前只听说他在商场上手腕了得，没想到居然还这么帅。放手！我就不道歉，你能拿我怎样？啊，怎么回事？阮堂那个贱人居然敢打哥哥！哎，那打的谁呀？一来就害景恒哥哥挨打。但是他长得好帅啊！哪帅了呀？阮堂，你不给我道歉，我不怪你。你为什么要打景恒哥哥？小叔还在这儿呢，你就这么肆无忌惮？小叔，你也看见了，我刚放手他就打我，他就是个疯子。他凭什么要道歉？他不知道抽什么风了，今天来片场大吵大闹，差点让我和西西丢了角色，他不该道歉吗？是啊，副总，他还冒充阮小姐，说您吩咐要照顾的人是他，这也太不把您放在眼里了。是啊，小叔，为了西西这个角色，你不是还特意跟导演打过招呼吗？你得给西西做主啊！谁说我让照顾的人是阮西西了？那是周助理，你就这么办的事儿？我的确按照您的意思转达的，让导演照顾阮小姐，但我也没想到阮西西会来啊！你消失！当然是阮堂。阮小姐，我有眼不识泰山啊，您原谅我吧。没关系，既然误会已经解除了，那就赶紧把闲杂人等赶出片场，不要耽误了开机。啊，好。哎，来人，
把他们俩给我赶出去！我看谁敢动！我说过，西西要是不演，我也不演了。那你就跟他一起滚。阮腾到底什么来头啊？居然一句话就让阮西西和哥哥一起换了。就是，谁知道他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，竟然让小叔帮了他说话。小叔，我知道阮腾救过你，但我才是傅家人，我是你亲侄子呀！你忍心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外人亲手断送我的前程吗？爷爷要是知道的话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他知道又怎么样？傅家说了算。傅之燕，秦恒哥哥，要不算了吧，我不演也没关系，就是连累你。这么多粉丝在这里，如果我被赶走，他们会怎么看我？西西又会怎么想我？明明因为阮腾跟我闹脾气才连累了他。阮腾，你是不是看我跟西西走得太近，想引起我的注意？那我告诉你，你成功了，收手吧。你怎么这么小心眼？咱俩有矛盾，为什么要扯上西西呢？你知道西西为这个角色付出多大努力吗？傅景浩，从始至终，你的眼里就只有阮西西，从没看见过我的付出。我上辈子真是瞎了眼。既然你这么在乎他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你继续胡闹，就算是小叔要求，我也不会履行咱们的婚约。傅景恒，你聋了吧？我早就已经说过，取消婚约。事已至此，你还是这么嘴硬。阮腾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讨厌你身上的固执不回头，你这种女人，没有人会喜欢。傅景恒，你和阮腾还没有取消婚约的时候，就和阮西西暧昧不清，对她的付出视而不见，这取消婚约不正合你意吗？原来他都知道。是，正合我意，我就要取消婚约。当初要不是你不同意，我早就解脱了。好，现在好了，你们反悔了，要取消婚约，可以。我就是喜欢西西，我要娶她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前脚刚跟阮腾取消婚约，后脚就要娶阮西西，你有想过阮腾的处境吗？别人会怎么看他？傅景浩，真的要娶阮西西吗？这么多年，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。现在后悔了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事情没得商量，除非……小叔，既然他说没得商量，就让他去吧。我是真心希望你们能有结同心，白头偕老，否则，傅少今天上演的真情戏码不就成笑了？傅景恒，你想娶阮西西可以，但是这次婚约既定下，无论如何都不能反悔。怎么？刚才不是情深意重吗？怎么犹豫了？景恒哥哥，一直以来我都不敢奢求什么，我只希望一直能够陪在你身边。你不用为了我做到这一步的，我只是阮家收养的一个孤女，我配不上。西西，你除了身世，其他的要比阮腾好上100倍1000倍，我就要娶你。好，那这角色我们不要了，我会给西西找一个更完美的。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，你们今天错的有多离谱。终于上当了，终于把他们送死。你想跟傅景恒取消婚约，我能理解，可我不懂你为什么一定要让傅景恒娶阮西西，他们可不会顾及你的名声。我虽然在娱乐圈混得不好，可不代表我不会挣钱啊。从高中开始，我就帮家里打理公司，捧傅景恒的钱都是我自己挣的。可他阮西西就只会装光卖惨，他那点片酬，连请客吃饭打点都岌岌可危，更别说帮衬傅景恒了。而傅景恒又被我收回了股份，所以他们俩不久后就会因为没钱而寸步难行，矛盾丛生。不愧是傅总，人长得帅，脑子也转得这么快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公开我们的事？招交名分啦。傅景恒说傅时燕喜欢了我10年，可我以前从来没有察觉过。
我还以为是因为救命之恩，他才纵容我的。你终于醒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帮你联系家里人。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叫傅时宴。傅时宴，你是傅景恒的小叔。救命之恩，无以为报。谢谢你救了我。就算我欠你一个承诺吧，你可以向我提一个要求，不管多过分都可以。其实仔细想想，从那之后我的要求他从来没有拒绝过。可那不过是1年前的事啊。傅时宴怎么会在10年前喜欢上我？我没有要催你的意思。如果你觉得不妥，我们的婚约也可以随时取消。你不要有负担，我不希望你勉强自己跟一个不喜欢的人过一辈子。那你呢？你也是勉强的吗？这是我欠你的。你没有说真心话，罚你重说。不是勉强，但我毕竟比你大了几岁，又是傅景恒的长辈，你嫁给我，难免会被人说闲话。这有什么的？本来就是我逼你娶我的。如果有人说闲话，那我就告诉他们，我就是贪慕虚荣，就是图你有钱、人长得又帅。哪有人这么说自己的？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我也不是那么勉强。傅时宴，我们结婚吧。对了，收拾一间卧室出来给阮堂住。傅总，你没发现阮小姐的变化太快太奇怪了吗？她之前想嫁给景恒少爷的事可是闹得人尽皆知，现在她又想要嫁给您，我是担心您被骗。我不会要求阮堂对我的情感。这么多年，如果没有他，我恐怕根本活不到现在。只要他能开心幸福，他想做什么都可以。可是，别说了，快去吧。景恒他是我的未婚夫，是我最爱的人。现在他出事了，我不帮他，难道我要看着他身败名裂吗？堂堂姐，爸妈都是为了你好，你怎么能对他们这样说话呢？他一个大男人，犯了错就应该自己去承担，哪有让你一个女人去扛事的道理啊？糖糖，你就听你爸爸的，他再怎么说，他也是傅家的人，傅氏不会不管他的。你不一样，你要是有个什么事，那我跟你爸可怎么办呢？我发过誓，我要跟他同甘共苦。反正在你们眼里，我还不如阮西西这个外人，那就让她做你们女儿好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没有关系。妈，给我回来！当初我一直觉得爸妈偏心阮西西，对他们恶语相向，还为了傅景恒和爸妈断绝关系。爸妈一夜白头，最后公司也被阮西西和傅景恒夺走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这些事发生。爸妈，糖糖，你今天干什么去了？怎么才回来呀？今天心情好，我去逛街了，给你们买了好多东西。哼，今天打太阳西边出来了。爸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自己的宝贝女儿呢？哎，我知道以前总跟你们对着干，惹你们生气。那今天这些就当赔罪了，好不好？哼！糖糖姐，我知道你一直都不喜欢我，但是我为了这个角色真的付出了很多，我求求你，你还给我吧。怎么回事？阮堂，你对你妹妹做了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西西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快起来说话！不，如果糖糖姐不原谅我，我就一直跪着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你这……阮堂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好不容易拿到这个女主角，可就是因为男主是景恒哥哥，糖糖姐觉得别扭，所以今天开机，她就去了片场，逼导演换人。
好啊，你今天说的开心事儿，就是因为这个。润堂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西西可是你的妹妹，她为了演戏付出了多少，你都是看在眼里的。就算你不帮她，那你也不能害她呀。你立刻给那个导演打电话，把角色还给西西。我不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？西西从小就没有父母，你要多照顾她，帮着她。爸，不是我不想照顾她，你不如问问她，这个角色她是靠什么努力得来的？爸，糖糖姐对我有偏见，我知道，可我真的很需要这个角色，所以我就求着景恒哥哥帮我。但是景恒哥哥也是看在糖糖姐的面子上才带我进组的。但是糖糖姐不但不理解，还把气都撒在景恒哥哥的身上。润堂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将来你跟傅景恒结婚了，那西西也是他的妹妹，那他帮一下西西怎么了？我看他就是人性惯了，在家里就算了，现在还跑到外面去丢人现眼。爸妈，都是我不好，你们别怪糖糖姐了，我也不在这碍她的眼了，我这就走。你不用走。软糖，你妹妹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不认错吗？软糖，你被傅家退了婚，再和爸妈闹翻，看你还有什么脸继续待在这里？到时候，阮家大小姐就是我，只有我。阮西西，少用这套，你心里想什么，我一清二楚。学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你的惯用伎俩，颠倒黑白，装惨卖哭，想让我觉得爸妈偏心你，好跟他们大吵一架，最好是彻底闹翻，对吗？阮堂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爸，我以前确实觉得你们偏心，明明我才是你们的亲女儿，但每次有什么事情，只要他一哭一闹，你们都站在他那边，所以到最后，我连解释也懒得说。什么叫偏心？啊？你看你干的事儿，能怪我们偏心西西吗？你们只看到我做了什么，可你们看到阮西西干了什么？她带资进组，顶着傅景恒的名声，用的却是我的钱，而且他俩从来没有跟我商量过。西西，这是真的吗？这事你没有提前跟你姐姐说吗？我以为景恒哥哥都告诉姐姐了。好一个你以为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什么时候跟我的未婚夫这么有默契？少阴阳怪气的，好好说话。好，那我今天就好好说说。我今天不仅赶走了傅景恒和阮西西，而且正式跟他退婚了。什么退婚？你疯了！你和景恒的婚事本来就是我们家高攀了，你说退婚就退婚，得罪了傅家，以后我们在江城还有立足之地吗？爸，你放心，虽然我退婚了，但我们两家的婚约还在。他阮西西就是傅景恒新的未婚妻。什么？我今天刚跟他退婚，傅景恒就说他要娶阮西西。我也不知道景恒哥为什么突然说要娶我。你给我闭嘴！我真的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但是景恒哥哥说要娶我，我又不敢不同意。你居然抢你姐姐的婚事！你明明知道你姐姐喜欢傅景恒，明明知道他们青梅竹马，咱们早有婚约，你居然答应了傅景恒的求婚！阮西西，这不是你早就想要的吗？傅景恒明目张胆的拿我跟你比，说我哪哪都不如你，这个未婚妻，你实至名归。景恒怎么会无缘无故要娶你？你说跟你没关系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傅家找他问个清楚。哎，爸，傅家小叔说了，这婚约定下就不能反悔。你现在过去说有什么用啊？我不管他说什么，你现在就给傅景恒打电话退婚。走，跟我走。不，傅景恒早就不喜欢阮堂了，就算没有我，他们也不可能在一起。你们说阮堂和傅景恒是青梅竹马，但我对景恒也是一见钟情，凭什么要我让路啊？你对他一见钟情，那你早说呀！一个男人而已，喜欢我让给你，但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你们两个暗通款曲，
把我当傻子耍，好玩吗？西西，自从你来到我们家，我没亏待过你吗？什么好吃的好穿的都紧着你，可阮堂就喜欢这么一个人，连这个你都要跟他抢吗？立刻退婚，否则你就别回这个家。我是不会退婚的，我早就受够了寄人篱下的日子，以后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谁也别碍着谁。等我嫁给了傅景恒，我就是豪门夫人，而你阮堂，没有人会喜欢你，你只配孤独终老。没有人会喜欢你，你只配孤独终老。你混账！怎么样，糖糖？我们真的不知道你妹妹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什么妹妹？就是个白眼狼，养到这么多年，现在为了一个男人，就跟家里反目。糖糖，眼看着就要结婚了，这突然就，这以后可怎么办呢？这好了，别担心了。你女儿我这么优秀，难道还找不到比她傅景恒更好的男人？糖糖，你就别安慰妈妈了。傅景恒家世好，相貌好，你们俩又在一起那么多年，怎么可能说分就分开呢？妈，我不仅放下了，而且我还找到了更好。什么？是谁？傅时宴。哎呦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傅时宴也是你随便开玩笑的。再者说，他是景恒的小叔，你和他在一起，那成什么了？傅景恒的小婶呗。那以后他见着我，还得恭恭敬敬的跟我打招呼。这，你，哎呀，这孩子受了刺激都开始说胡话了这。哎呦，你们要是不信我，下次我让他亲口跟你们说。阮堂，退婚就退婚吧，反正妈也不喜欢那丫头，脾气臭的呀像块石头。要不是看着她肯给你花钱啊，就算是傅时宴要求我也不会同意的。没事儿，回头啊，妈再帮你物色一个名媛千金，保证好过他1万倍。妈，我订婚了。这么快？谁呀？阮西西。阮西西，你疯了吧？阮西西，那个阮家的养女。她不是阮家的养女，她是阮堂的远房表妹，家人去世之后就被接到阮家了。阮家本来就上不了台面，那阮堂好歹有样貌、有学历，还会赚钱。这阮西西她有什么呀？傅时宴怎么会同意她嫁进傅家？你说实话，是不是他故意针对你？不是，是我自己要娶她的。阮西西除了家世以外，其他都特别好，尤其是性格比阮堂好太多了。这狐狸精给你灌什么迷魂汤啊？你在傅家本来就不受重视，你现在还要娶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养女，你是想让妈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是不是？哎呀妈，阮堂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闹得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凶，还主动要解除婚约。难道我还要死皮赖脸再娶她吗？你放心吧，我了解她，等我下一继母要激一激她，她一定会乖乖回来和我求和的。真的？当然，她不会甘心看我娶阮西西的，等到时候她回来求我，新账旧账一起算。爸妈，你说叫我来吃饭，没说你爸妈也在呀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傅总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跟阮堂他……我说了呀，我要嫁给傅时宴。现在他人都来了，你们总该信了吧？跟我爸妈说我要跟你结婚，但是他们死活都不信，所以我只好把你叫来亲自解释一下。别愣着了，说话呀！哦，没错，是的，我的确是要跟阮堂结婚，抱歉，之前没有跟你二老商量。傅总，阮堂他不懂事，您不能也跟着他胡闹。他以前可是跟您侄子订了婚，怎么能再……订婚怎么了？又不是卖给他了。
难道我想跟谁在一起，还要先考虑他吗？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副总啊，你看我们这小门小户的，本来呢也不敢高攀傅家，而且呢，你们两个这太仓促了，没有感情基础啊。怎么没有感情基础？实验对我好，我很清楚。现在我好不容易想清楚自己的内心，就想跟他好好在一起。不是高攀，如果没有阮棠，就没有今天的我。我想娶她，是认真的。我向你们保证，我会爱阮棠，照顾她一辈子。你怎么找这儿来了？景恒，我被赶出家门了。爸妈说我抢了阮棠的婚事，如果我不退婚的话，我就别想回家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岂有此理！我找小叔去。你今天突然见我去见家长啊，我什么都没准备，两手空空就去了，多不礼貌啊！这证领的呀，也太仓促了。反正领都领了，以后有你表现的机会。哼。小叔，阮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什么事儿？正好，阮棠，我问你，是不是你说西西和我订婚，害西西被赶出家门？是，怎么了？你明知道她孤零零一个人，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去，她怎么说也跟你一起生活了10年，你就这么狠心吗？她不是去找你了吗？傅景恒，你跟阮西西背着我偷情，我现在成全你们，你难道还要让我当做什么都没发生，让她继续住在我家吗？阮西西可是要嫁进傅家的，如果被别人知道她被赶出家门，别人会怎么看她？傅家的脸面还放在哪儿？脸，在你出轨你未婚妻妹妹的时候，傅家的脸就已经被你给丢尽了。这怎么能怪我呢？说句难听点的话，我们这种圈子，夫妻之间各玩各的是常事。我从来就没有说过不娶阮棠，是他嫉妒心太强，非要把这件事情推到这种地步。你们这种圈子，傅景恒，你自己用情不专，别把锅都推到别人身上。我已经同意了你跟阮西西的婚事，其他的你自己想办法。想办法？想什么办法？阮棠她就是故意的，她根本就不想让我和西西好过，她就是故意针对西西。我为什么要让你们好过？你们花着我的钱，嘲笑我，背叛我，难道我还要好声好气、敲锣打鼓的把你们送进洞房吗？终于说实话了，你根本就是还在意我，所以见不得我和西西幸福。你脑子有病吧？哪只眼睛看到我在意你了？而且我告诉你，我已经跟石燕在一起了，你不要再说这种会让人误解的话。为了气我，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啊！和我小叔在一起，你自己信吗？走，去跟西西道歉，接她回家。现在相信了吗？阮棠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现在跟我走，我就原谅你，否则……傅景恒，我警告你，你现在的未婚妻是阮西西，如果你再敢对阮棠纠缠不清，傅家你也别想回了，滚！好，你给我等着！真晦气！我以前怎么会喜欢这种小可爱？是啊。不光喜欢，还喜欢了10年呢。是呀，现在想想，简直……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了10年啊？我猜的，一看就喜欢他，喜欢了很久。猜的这么准啊？傅实验。有没有崴着脚？老实交代，不然别想上楼睡觉。10年前，我在傅家见过你。随便坐，我去给你倒杯水。那时我爸病重，他们不得已把我接回来。可是，在傅家，谁会给一个私生子好脸色？
他们甚至都不跟我说话。我叫软糖，请你吃糖，别皱着眉头了，开心点。那天以后，我就记住了你。后来我们常常见面，可我从来没跟你说过话。直到1年前你救了我，可是我发现你已经不记得我了。所以你是从那个时候喜欢上我的？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喜欢的是傅景恒，我是他的小叔，这身份怎么看都尴尬。更何况你救我之前，我在傅家还没有这么大的话语权，给不了你安稳的生活。那车祸是怎么回事？当时大伯在挑选傅氏的继承人选，我在，对他们所有人都是威胁。要不是恰好你出现，我可能真的就没命了。什么？他们居然明目张胆的想害死你？是的，本来我还无心继承傅氏，可直到遇见你，我觉得是上天的指引。于是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，那就是对你的承诺。为了完成我的目标，我接受大伯的安排，接成了傅氏总经理。直到今天，回过头来看，也算是因祸得福。那如果我的愿望不是让你娶我，你还会这么想吗？只要你能开心幸福，我觉得一切都值得。傅时宴，你真是太好，你为什么没有早点喜欢？现在喜欢也来得及啊。傅景恒自从上次丢了那个男主的戏，就再也没有接到戏，现在粉丝都掉了一大半，真是大快人心。那些人啊，论看清形势，可比他看得清楚的多了。这是什么？红毯盛典的主办方邀请我出席，你想去吗？去啊，干嘛不去？之前那些人都说我是18线胡咖，没有台风，没有审美，这次我就要狠狠打他们的脸。我现在就去买衣服。这都是些什么啊？这些是你以前最喜欢的款式啊。您是觉得现在它不够丑？啊，是还不够惊艳吗？我什么时候？姐姐，你这身衣服真好看啊！啊，还有这件衣服，特别适合你。是挺好看的。看来我以前不光是脑子不好使，连眼睛也瞎了。麻烦你帮我找一些正常的来。景恒哥，红毯盛典可是所有艺人都梦寐以求想去的，你居然能拿到2张入场券。这有什么呀？等你在盛典上好好亮个相，再接几个高奢代言，以后这种活动不是抢着让你去吗？软糖，他怎么也在这里啊？糖糖姐，好巧啊！好久不见，你的审美还是一如既往啊！真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到处膈应人。早知道今天出门前，我就先看看活力。你都退圈了，还来这里买衣服做什么？该不会也想参加红毯盛典吧？你这种货色都能参加，我怎么不能？都退圈了，还非要跟我参加同一场活动，我就知道，之前他说和傅时宴在一起的话，都是故意演给我看的。软糖，我劝你不要自扰没趣，你穿成这样去，只会丢人现眼。有钱买才有的丢，你的卡都被停了，也没有软饭可吃，来这里做什么？我以前让你给我花钱，那是可怜你，你不会以为我现在这一切都是靠你得来的吧？如果你现在肯低头求我，我也许可以让西西替你挑一件看得过去的裙子。这个品牌的衣服，只有有气质的人穿出来才好看。糖糖姐，你不适合的。西西，你穿这件衣服太好看了，简直像给你量身定做的。
阮小姐，您穿这身真的太好看了，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能把这件裙子穿得如此惊艳过。喂，看什么呢？你说的没错，有气质的人穿着确实好看。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明明是这件衣服抬人，根本就没有穿出她真正的气质。去，给我也拿一件。小姐，这件裙子是秀款限定，仅此一件，要不您再看看别的？就这一件啊，那帮我包起来吧，穿这个去走红毯一定很好看。等等，这件裙子我要。阮西西，你就这么爱跟我抢？明明是我先来的，也是我先开口要的。这裙子我不会给你。景恒哥哥，我就要这件裙子。阮棠，你都退圈了，还走什么红毯？快把衣服脱下来给西西。傅景恒，谁允许你用这种态度来跟我说话？真当自己是太子爷了？阮西西，别说我肯让你，就是给你，你知道秀场限定要多少钱？你买得起吗？我买不起，难道你买得起吗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之前花的都是景恒哥哥的钱，你们现在都分手了，就更没有资格跟我争了。这件裙子多少钱？你好，这条裙子售价38万。我还以为多贵呢，连景恒哥哥一天的片酬都不到。景恒哥哥，你快去刷卡吧。别说38万，傅景恒身上现在连3000块恐怕都没有。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装下去。景恒哥哥，西西，我今儿不是也买了件礼服吗？要不这样，这件衣服你自己买吧。什么？这么多衣服了，你再看看嘛。再说了，这件衣服阮棠都穿过了，你再穿不膈应吗？我不嘛，我就要这件。你们要是不要的话，我先走了。你给我站住！景恒哥哥，我从小就在阮家少一缺失，受人白眼。我现在好不容易熬出头了，你就这样看着我被阮棠欺负吗？再说了，我打扮的漂亮一点，也不是给你长脸吗？行，买。这块表够买你2件裙子了，包起来吧。傅景恒，这是我送你的20岁生日礼物吧？我买的时候可是80万。那又怎么样？只要西西开心，800万我都乐意。好，很好。那我祝你们百年好合。不过我劝你，还是省着点花。我送你的值钱东西可经不起这样花。果然，他心里还是在意我的。等他走红毯的时候出了丑，我再安慰一下，他一定会乖乖的跟我和好。傅景恒那个狗东西，早知道分手之后，我就把我给他花的钱都要回来，气死我！喜欢吗？这哪来的？这可是副总专门从国外调来的高定礼服，价值100万呢。这也太好看了，比我下午看的那些衣服都好看。但这太贵了，我还没穿过这么贵的裙子。只要你喜欢，一切都值得。你先拿那边去吧。傅诗燕，谢谢你。这有什么好谢的？就是突然明白，有人视你如敝履，有人视你如珍宝这句话。谢谢你，喜欢了我那么久。如果没有你，就没有今天的傅诗燕，所以你不必谢我，这是我心甘情愿的。还不快去试试？西西，你今天这身太漂亮了，今晚的头条非你莫属。来，各位看一下这边镜头。好，非常美。哎，她那条裙子得好几10万吧？听说呀，今天晚上阮西西和傅景恒正式官宣，那可是下了血本的。那傅家可是豪门中的豪门。哎，你说那阮西西命这么好？哎，
谁来了？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都跑那边去了？好漂亮！姐姐，这是软糖，她怎么成这样了？明明之前上红毯的时候都是笑料，今天怎么了？最重要的可是她身上那条裙子，那可是国外设计大师艾拉的封箱之作，有价无市。糖糖姐，你身上这裙子真得是有气质的人才能穿，在你身上可惜了。冷静点，这么多人看着你。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漂亮了？糖糖姐，这件衣服可是艾拉大师的心头爱，从来不外借的，你是怎么拿到的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，你知道比不过我，所以穿了件假货来了。假货？原来是假货，怪不得。我就说，软糖明明是一个18线的胡咖，怎么可能穿成这样的衣服？你自己分不清真假，还非要在这里暴露智商吗？哦，我忘记了，你只会抢别人的东西，所以别人有你没有的，你就想方设法的毁了他。你非得在这找事儿吗？我怎么找事儿了？他明明就穿不上这件衣服，一定是假货。软糖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心思，你明明已经宣布退圈了。现在却穿得花枝招展的来走红毯，分明就想引起景恒哥哥的注意。说够了没有？没有，我告诉你，别做梦了。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弄虚作假，虚伪恶心。大哥，开笑吧，开笑吧！吵死了！你敢打我？软糖，你疯了吗？怎么回事？怎么还打人呢？软糖这是疯了吗？在这种场合居然动手打人！阮西西可是傅景恒心尖上的人，惹了阮西西，你是不想活了吗？就是啊，怎么这样？还不赶紧滚！这儿不欢迎你！副食店来了，店来了，副食店。那是傅时宴，他从来都不参加任何晚宴活动，但今天居然闪光来参加红毯盛典了。傅时宴都来了，软糖惹了傅家，这下真的完了。抱歉，我来晚了。是谁要赶走我夫人？终于来了。夫人，我是出现什么幻觉了吗？傅时宴的意思是，软糖是他的夫人，这怎么回事？天哪，软糖之前不是凤启恒的舔狗吗？怎么突然变成傅时宴的夫人了？这关系这有点大力吧？他刚才叫你夫人，你们俩到底搞什么鬼？意思就是，软糖现在是我的合法妻子。不可能！小叔，我知道软糖救过你一命，但你也不用为了帮他撑场面撒这么大的谎吧？哦，原来他们还有这层关系呢。也是，我就知道傅时宴这么大的人物，怎么可能看得上软糖呢？软糖，你别以为找来傅时宴帮你撑腰，就可以掩盖你穿假货的事实。今天，你如果不向艾拉还有所有媒体道歉，别想走。假货，从来不会有人觉得我傅时宴送的东西是假货。谁要跟我道歉 ？Wow, it's perfect。这条裙子终于找到了它真正的主人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啊？很荣幸得到您的认可。您怎么还亲自过来了？我倒是想看一看你一直夸的女孩
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。石燕啊，你的眼光这么多年了，一直还是这么好。裙子美，人更美。哎，等你们结婚了，我做一套最漂亮的婚纱送给你。真的？Ella 向来是以苛刻挑剔出名的，可她居然对阮棠大加赞赏，她也配？嘘，你这还看不明白吗？这都是傅实验的面子，咱们惹不起他了。还有问题吗？没。那好，那我们聊聊你们刚才污蔑我夫人，还要把她赶出去的事儿。小叔，这么多人呢，给我个面子，有什么话咱们回去再说吧。你也知道这么多人，你和你未婚妻刚才咄咄逼人的时候，怎么没有考虑过她的面子？西西只是质疑了他几句，他就大打出手，我难道不应该出手制止吗？傅景恒，你管不好自己的女人，我作为长辈帮你教训她，有什么问题？道歉，别让我说第二遍。阮棠，你别把事做得那么绝。道个歉而已，伤到你那可怜的自尊心了。我可告诉你，我是傅家的人，你这么咄咄逼人，没考虑过后果吗？那你不如赌赌看，看实验是会帮我，还是会把你跟阮西西扫地出门？对不起。还有呢？过来，道歉。是他打的我，要道歉，也是他现在让我道歉，凭什么？你还嫌闹得不够难看吗？我只说一句，道歉。对不起。这还差不多，以后你是要进傅家的，可要好好学学礼貌，别再像今天这样，因为你的无知和愚蠢，让傅少跟你一起丢人。抱歉，刚才耽误大家时间了，我们继续吧。那就请副总和副总夫人到这边来，大家一起合个影吧。啊，还有 Ella 老师。明明是他打了我，你干嘛非要让我道歉啊？弄得我像做错了似的。啊！你去哪？你先进去吧，我去停个车。你放开！傅景恒，你在这干什么？你到底耍的什么把戏？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和我小叔假扮夫妻，亏你能想得出来。首先，这跟你没关系；其次，我跟傅实验不是假扮的，我们是合法夫妻。你要不信，我拿结婚证给你看。你撒谎！你刚跟我解除婚约，怎么可能就嫁给我小叔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你不是转头就要娶阮西西吗？说来说去，又是因为阮西西。我说了，只要你跟我认错，我就会回到你身边的。凭什么觉得我还会喜欢你？哼，那傅实验也不可能喜欢你，更不可能娶你。你别忘了，我救过他的命。别说让他娶我，我就是要整个傅家，他都得照做。你疯了？你嫁给他图什么呀？当然是图他有钱，长得又帅，图我嫁给他能做你的长辈，能名正言顺地教育你和阮西西，让你一辈子都活在我的阴影下。满意了吗？可以滚。你站住！阮棠，只要你改改脾气，我会回到你身边的，我保证。阮棠，放开我再提醒你一遍，她现在是你小婶儿，你再敢碰她一下，别怪我废了你的手。小叔，什么时候来的？傅实验，我知道爷爷不重视我，可你娶了自己的侄媳妇儿，爷爷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傅家也不会承认一个私德败坏的继承人。叔叔喜欢上了自己的侄媳妇儿，傅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怎么，怕了？我现在就去告诉爷爷。最后再跟你说一遍，是我逼傅实验娶我的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如果你敢出去胡说八道，我就是死，
都不会放过。傅时宴，你是不是听到我跟傅景恒说的话了？我跟你结婚不是为了报复他，不全是。我主要是想快点跟他走。本来以为这一次选择嫁给你就可以保护你，不辜负你，但好像还是没做到。傅时宴，不要不开心了。如果娶我会给你带来麻烦，要不我们……我好像忘记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你，其他任何事情对我来说都不重要。我比你想象的更爱你，但我不需要你爱我。如果你利用了我，那说明我的存在对你来说还有些许意义。我很高兴。等一下，傅时宴，你说你不需要我爱你，我只需要你允许我爱你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怎么这么傻？在你说让我娶你的时候，我甚至觉得那是个梦。我本来想，哪怕是个梦也好，起码有这么一瞬间。但是现在，我不想这是个梦。我想能一直光明正大的站在你身边。只要你能允许我站在你身边，就够了。那，你错了。什么？因为我已经开始爱你了。我知道，虽然我对你的爱还没有那么深，但我很确定，这辈子我只想跟你在一起。所以，傅时宴，给我一些时间，我会看上你的。别吵醒他，让他多睡一会儿。傅总，您终于和阮小姐在一起了，我是真心为你们感到高兴。谢谢，我也很高兴。傅总，董事长带着傅景恒过来了。大伯，你还有脸叫我？怎么出了你这么一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，连自己的侄媳妇都要抢？你要不要脸呢？他和阮堂解除婚约在前，我和阮堂结婚在后，这没任何不妥之处。你还敢顶嘴？难怪你父亲去世都不愿意见你一面，你就和你妈一样不知廉耻，真是我们傅家的耻辱！我告诉你，马上和这个女人离婚，否则……我叫您一声大伯，只是因为我们都姓傅。但如果可以，我不想跟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人扯在一起。但你们后来把我们接回来，又需要我让我接手傅氏，所以现在我说了算。你是要造反呢？你把景恒害得失去了工作，丢了名声，你现在还说的理直气壮。他在抛弃阮堂的时候，就已经丢了自己的良心，时至今日，都是他咎由自取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早就惦记上阮堂了。要不是你一直挑拨离间，他怎么会和我分手？我再提醒你一句，你和阮西西已经订婚了，阮堂的事儿，你没有任何资格过问。爷爷，我跟那个阮西西，我们……难不成你后悔了？好，是你逼我的，那我也正式通知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也要接管傅氏。我倒要看看，你是不是真能一手遮天。原来你们打的是这个心思。好啊，我随时恭候。你现在就去人事部报道，明天就可以来上班。爷爷他……傅时宴到底是个私生子，这几年他已经渐渐不受控制。这次的事儿，是他对傅家的一次示威。如果放任他这么下去，迟早有一天，傅氏真成了他一个人的。放心吧，爷爷，我不会让他得逞的。只要他松口，让你进了傅氏，接下来的事儿就顺利多了。我这里有20%的股份，剩下的就要靠你自己了。
爷爷，请喝茶。还没进门呢，别着急改口。景恒，你该好好教教他规矩。是。阮腾，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。就是他追着小副总进的娱乐圈，出了名的舔狗，死活逼着小副总和他订婚，后来又搭上了副总，就把小副总给甩了。他看着长得挺好看的，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啊？小副总好可怜啊！是啊，傅时宴想娶谁是他的自由，没人逼得了他。小副总，我花钱雇你们来这儿，是让你们嚼舌根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傅时宴没告诉你吗？从今天起，我也要开始接管公司事务了。哦。哎，你不想知道为什么吗？还能是为什么？你在娱乐圈混不下去了，回来找个班上呗。毕竟你风评那么差，估计外面的公司也不会要你。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？我说的是实话，想听违心话，回去找阮西西去。提他干什么呀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回傅氏是为了你。别跟我赌气了，以前是我太重视工作，忽略了你，以后一切都会不一样了。真的，等我接管傅氏以后，我会比傅时宴更有钱，更有权。我原谅你了，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嗯，你同意了？傅景恒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来骚扰我就把刚才这段录音发到网上去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你有多不要脸。你录音了，删了。你敢动我一下，刚才这段监控我也一起发出去。傅景恒来公司了，你怎么没告诉我？怎么，你碰见他了？是啊，他又跟我说了一些很恶心的话，真不知道他脑子是怎么整。他去找傅老爷子告状了，估计他们对我早有不满，正好借这个机会让傅景恒进公司分我的权。那你还答应他？干嘛不答应？本来我也没想当这个继承人。那你……我是说，我当初是为了有能力完成对你的承诺，但现在我不需要依靠傅氏了。他们如果想要，我可以随时离开。可他们毕竟是你家人，这样做你就没有一点不甘心吗？自从我妈妈去世以后，我便没有家人了。更何况，他们拿傅氏威胁我跟你离婚，我怎么可能答应？真是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可是我一想到你为傅氏付出了那么多，最后还要被他们威胁，我心里就堵得慌。不生气，现在傅老爷子也清楚，整个傅氏是需要我，是傅氏离不了我。一旦我走了，凭傅景恒自己，他撑不起来的。所以一时半会儿，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。好，不管你要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。以后我是你的家人。好，先不说这些了。刚刚艾尔伦发了一些婚纱样稿过来，问你喜欢哪件，你先看看，我还有点事要处理。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！我告诉过你，离阮堂远点，你是记不住吗？我不就多跟他说两句话吗？啊？怎么，你心虚了？傅时宴，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和你公平竞争。公平竞争？第一，阮堂已经是我的合法妻子；第二，你现在有未婚妻，你拿什么争？这你就不用操心了。总之，阮堂、傅氏，我都不会放弃的。傅景恒，我也算看着你长大的，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你伤了阮堂的心，换来了跟阮西西在一起的机会，难道现在你又要辜负她吗？我没有。我心疼西西，她从小寄人篱下，吃了很多苦。我只是多关心了她一点，阮堂却跟我大吵大闹。我想改改她的脾气，我有错吗？你这话骗骗别人可以，可别把自己也骗了。
你次次偏袒阮西西，对阮棠的付出视而不见，肆意给她发脾气，你根本就不爱她。我不爱她，难不成你爱她？我跟她认识那么多年，你不过就是看她长得漂亮。我爱了她10年，她当初如果喜欢的不是你，我早就把她夺过来了。傅景恒，这件事情上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珍惜。下次看见她，记得叫小婶儿。阮棠，有事吗？傅景恒呢？他人去哪儿了？他去哪儿我怎么知道？你不会给他打电话啊？站住！阮女士，你是傅景恒的未婚妻，如果连你都不知道他在哪儿，我们更不会知道。你以为我会信吗？自从他去了傅氏上班，天天不见人影，3更半夜才回来，电话也不接。你们到底把他怎么了？他一个大活人，难不成会被我们扣下？你立刻去查一下傅景恒现在在哪儿。洛少，你今天又不回家，你未婚妻不会担心你吗？别扫兴，来，再喝一杯。来，谁呀？傅景恒，你说你在加班，原来是在这里鬼混。荒谬，我们走吧。哎，看会儿笑话。我心情不好，来这儿放松一下。心情不好？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是整个晚上在外面喝酒鬼混。你有想过我吗？你说你回傅氏要夺回你的一切，把我捧成大明星，现在呢？你有完没完？你非得在这儿闹吗？我闹什么了？这些都是你之前给我的承诺，你现在要翻脸不认吗？是，我是说过，可你非要去惹阮棠。你惹得傅世言给你下了封杀令，我能怎么办？现在都这样了，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别给我添乱了吗？你封杀他了？省得傅景恒在想方设法的拿傅氏的资源捧他。干得漂亮！你给我回家！别碰我！傅景恒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现在不想看到你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你别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了，行吗？滚！他可真不是个人。有的人就是这样，对自己拥有的不屑一顾，对得不到的念念不忘。是呀。走吧。你还知道回来？老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和你吵架了，我再也不让你生气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真的？真的。我要是再惹你生气，我天打雷劈，原谅我吧。好吧，我原谅你这一次。我知道，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，我就知道。你以后，你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。当然了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谢谢你，糖糖。糖糖，我们结婚吧。阮棠，又是你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这么阴魂不散？宝贝，怎么了？怎么是你？不是我，还能是谁啊？你去哪儿？昨天晚上，阮棠来过吗？阮棠，她怎么可能会在这儿？你居然以为昨天和你在一起的人是阮棠，你到现在还想着她是吗？当然不是，西西，我不想伤害你。我承认我之前说想娶你是我太冲动了，所以你现在要跟我分手吗？你答应过我，你不会反悔的。
解我一下，你一直都很懂事的，对不对？睡完我就把我甩了，你还是个人吗？那只是个意外。傅景恒，你要对我负责。你答应过我，你要把我捧成大明星。你答应我，要让我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答应要娶我。你说过的这些，你都要做到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做不到。之前我不受爷爷重视，我几乎所有的花销都是阮堂出的。拿傅氏股份的前提是跟他结婚，现在我跟他分手了，我什么都没了。你说的那些事我做不到。你说什么？而且，如果不是你在我和阮堂之间挑拨离间，我们俩会分手吗？傅景和，你个畜生！你骗我！你说那些钱都是你的，你说你要捧我的，我为了你被逐出家门，你现在居然这么对我！谁知道你会这么蠢，和阮家决裂？如果你能像阮堂一样外面挣钱，就不会在这逼我了。如果受不了的话，趁早去找傅时宴取消婚约。傅景和，你个畜生！不，我是不会取消婚约的。那样的话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这个办公室好吧？我可是看了很久的，这儿的地段视野都是最好的。确实不错。新公司叫什么名字？唐石。哦，好名字。不知道唐总打算给我安排个什么职位啊？你项目经验丰富，又有在大公司工作的经历，最主要的是形象气质佳。要不就先给我当个总裁助理吧。总裁助理，我觉得屈才了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你把总裁哄好了，还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？受教了。想好什么时候走了吗？暂时还没打算。傅景恒已经在收购其他董事的股份了，估计也快了。等他们动手再说。我都能想象得到他们在董事会批斗的样子。随他们便吧，反正我不是还有你呢吗？对，他们不要你，我要你，保证把你养得白白胖胖。副董事长手里%。对不起，董事长，我想您心里应该很清楚，这几年傅氏能有今天的成绩，基本全靠我一手带起来的。您确定让我走，傅氏还是那个傅氏吗？傅时宴，你未免也太自信了吧？你觉得傅氏离了你就赚不了了吗？小初，傅氏没了你只会越来越好。签了吧，别耽误大家时间了。好，我签。希望你们到时候不要后悔。后悔？我请你睁开眼睛看一看，我现在是傅氏最大的股东，未来的继承人，而你只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巧了，傅家在我眼里也什么都不是。混账！傅家供你吃喝这么多年，你不但不知感恩，还说出这么混账的话！滚！给我滚出去！咱们的账还没算完呢。我跟你说过，阮堂、傅氏属于我的一切，我都会夺回来。你未免也太不自信了。这都是被你逼的。出了这个门以后，你会被整个行业封杀，没有一家公司敢用你。等你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是吗？
我是傅时宴的妻子，也是他的新老板。傅景恒，听说你要封杀他，那我们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。阮棠，你确定要和整个傅氏对抗吗？是又怎么样？混账！傅时宴，这就是你找的好媳妇？我果然没有看错，她就是个祸害。如果放任她留在我们傅家，迟早会害了我们全家。老头，你怎么还倒打一耙？是你们先要把时宴赶出家门，我给我自己的老公撑腰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哼！阮棠，傅时宴已经被逐出了傅家，他现在什么都不是，他不是傅总，也不是我小叔，你没有理由和他在一起了。我喜欢的是他这个人，跟他是什么身份没有关系。不像你，你的眼里只有权势和金钱，这也是你不配得到真心的原因。走吧。你们会后悔的，你们会后悔的！只要我一声令下，整个江池没有人敢跟你们合作，你们一个项目都接不着，接不着。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我都能把你这个蠢货捧成大明星，还有什么事我做不到？哎，儿子，哎，妈听说傅时宴被赶出傅氏了，是真的吗？嗯。太好了！哎呦，老天有眼呢，总算是让我等这一天了。那傅氏以后是不是就你说了算了？咱们就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了。没错，虽然我现在没有完全接管傅氏，但继承人的位置把持是我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！果然，我留下来是对的。景恒接管了傅氏，以后我就是傅夫人了。那傅时宴都走了，他之前给你定的婚事是不是可以不算数了？正好，咱们快点把那个阮西西赶出去，把这房子找个漂亮的干的。再等等吧。傅时宴因为阮棠的事闹得舆论纷纷，我刚接手傅氏就解除婚约，影响我。好吧，好吧。景恒，饭好了，去吃饭吧。傅景恒，你想甩了我？做梦！不是说了让你在家待着吗？怎么还跟过来了？傅景恒，我知道你想跟我取消婚约，但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也没有地方去，我只能留在你身边。你想要什么？这个酒会有很多大人物，只要你帮我引荐，让我重新在江城站稳脚跟，我会主动离开。行。西西，这是张总，这是王总，这是李导。傅总，听说您离开傅氏了，有没有兴趣来我这儿玩玩呀？联系翻倍。哎，老张，你不是最胆小的吗？怎么现在不怕傅氏集团了？而且啊，小傅总已经下了封杀令了。只要有傅总在，何愁没有项目啊？傅总，你考虑考虑。傅总，我们公司潜力最大，来我们这儿。抱歉，我现在已经加入唐氏了，以后有机会可以一起合作。走吧。哎，傅总，要不您再……别追了，唐氏啊是他老婆的公司，人是陪老婆创业的。你想让傅时宴帮你，你还不如先去和唐氏打好关系。他为了唐氏啊，可是和傅氏决裂。找傅时宴帮忙，那你不怕得罪傅氏吗？谁不知道，当年傅氏差点就凉了，幸亏傅时宴及时出手，扶大厦之将倾。没了傅时宴的傅氏，有什么可忌惮的？来，喝酒。傅时宴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去吃点东西，这我来解决。我呢，只是帮阮棠做点她想要做的事情。帮阮棠？你一个大男人，什么事都躲在女人背后，算什么本事？明明是你自己想报复傅氏，才借阮棠之手。也可以这么说吧，有夫人撑腰的感觉，确实不错。好久不见，阮棠，你现在一定很羡慕我吧？等我和景恒结婚，我就会名正言顺的成为傅夫人。嫁给傅景恒有什么好羡慕的？
你不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吗？我不管他是什么人，他现在可是傅氏总裁，而傅时宴只是被逐出傅家的丧家犬，你还是输给我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阮棠，不管你现在有多羡慕，还是多后悔，我都警告你，不要再去纠缠景恒，再给他幻想，否则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疯了吧？我什么时候纠缠傅景恒了？我知道，傅景恒他心里还有你，可是你们已经分手了，你就不要再给他幻想了。阮棠，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他心里有谁与我无关，管好你自己的事，别来烦我。阮棠，这是你逼我的。阮棠，景恒，我也不知道我哪句话说错了，我只是求阮棠不要再针对你，他就骂我多管闲事，还把我推了下去。你跟他说这干什么呀？跟你又没什么关系。那还不是因为我关心你吗？谁知道阮棠她脾气那么大，竟然想害死我。阮棠不是这种人，她只在气头上推了你一下，你自己没站稳。再说，她不也摔下去了吗？医生，没什么事吧？没事的话，我们就先出院了。其他倒是没什么事，但是阮小姐，你已经有了2个月的身孕，又受到了惊吓，还是好好调养才是。什么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不敢告诉你，你又不娶我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要这个孩子，我不想打掉他。这也是我的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要他呢？你是不是告诉阮棠你怀孕了？他就是突然问了我一下，我就给他说了。我就知道，他就是因为这个才动的手，咱们找他算账去。谁让你们来的？赶紧滚！我只是看看阮棠怎么样了，毕竟他这样，我也有责任。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他，虽然是他把我推下去的，但我不怪他。我只是想确定他没事。傅时宴，阮棠明知西西有身孕，还对他动手，严格的说他已经犯法了。我今天来就是跟他要说法，让他给西西道歉。老天爷呀，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！我怎么会招惹上这种蠢货？还是2个？难道我这辈子都摆脱不了这俩神经病了吗？阮棠到现在还没醒，谁知道是谁推了谁？赶紧滚！傅时宴，你不要用那种命令的语气跟我说话，我现在就要进去，让开！再动一下试试！你以为这样就能吓住我？我今天必须要给西西讨个公道！让开！阮棠，阮棠，你给我出来！阮棠！吵什么呢？病人醒了，你们进去看看吧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头好疼。别装了，你推西西的时候不是挺神气的吗？西西说她怀孕了，让你别针对我。你发那么大的火，还差点害死西西的孩子。阮棠，你怎么那么歹毒啊？你在说什么啊？阮棠现在需要休息，请你们立刻出去。景恒，要不算了吧。说到底，我和孩子都没事，我不想再给你惹麻烦了。放心吧，西西，这件事儿我一定会替你做主的。你要是不道歉，我就不走了。你是谁啊？我认识你吗？你装什么傻呀？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？我真的不认识你啊。唐曼姐，那你认识我吗？我是西西啊，你的妹妹。妹妹？我爸妈只有我一个孩子，我哪来的妹妹？而且，你跟我长得也不像啊。那这么说，你也不认识他了？他我当然认识啊。我老公我怎么会不认识？那，你记得我们是怎么结婚的吗？记得呀，我从小就喜欢你，然后我们就有了婚约，再然后就结婚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你从小明明喜欢的是我。你才是胡说吧！我老公长得比你帅多了。
我眼睛又不瞎，为什么要喜欢你？医生，医生啊，快来人看看，这个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没什么大碍，就是呛水昏迷的时间有点长，导致的记忆混乱，可能休养一阵子就好了。可能，也就是说，他可能一直都这样。理论上是这样的。啊，还有一件事情要告知你，你的妻子已经怀孕1个月了。什么？她也怀孕了？医生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怎么？全世界只有你能怀孕？怎么可能？阮棠跟你在一起就是为了气我，你们怎么可能？我不信，一定是你强迫她的。你有病吧？我跟我老公有个宝宝不是很正常的吗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还有你说什么道歉什么的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之前你说阮西西怀孕是阮棠推她，现在阮棠也怀了孕，你还有什么借口污蔑她？启恒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阮棠她知道我怀孕了，当时我不知道她呀，总不能是我把她推下去的吧？阮西西，我劝你少说点谎，少做点缺德事，就当为你肚子里的孩子积点德。阮棠现在还需要休息，请你们立刻离开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启恒，你相信我，你要给我做主。闭嘴吧！你还嫌闹得不够大吗？老公，你怎么了？你还打算装到什么时候啊？哎呀，这都被你发现了？怎么发现的？你之前从来不喊我老公的，刚才喊的格外生硬。那以后我就多叫几声，老公，老公。行了，刚才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吓死我了！哎呀，还不是因为他们俩阴魂不散的。之前在宴会上，阮西西非要拉着我说什么傅景恒还喜欢我，让我放过他。刚才我又在门外听到你们说话，想着怎么做也很麻烦，所以啊，装失忆。也算是阴差阳错把他们打发走了，这样也好。你持续装失忆的话，他们想纠缠你也没什么办法。不过，我要是早知道我怀孕了，肯定不会跟他一起跳下去。估计啊，还是想让傅景恒心疼他，不跟他分手。可千算万算，没想到你也怀孕了。嗯，这个宝宝来的真是时候，将来一定是个懂事的好宝宝。景恒，西西，你真的爱我吗？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是爱我的钱和地位，还是爱我这个人？我当然是爱你了，不然我怎么克服那么多困难也要跟你在一起啊？好，那我给你一笔钱，你走吧。什么？傅时宴离开傅氏，带走了很多合作方。为了保住傅家的地位，我必须联姻。孩子你可以生下来，也可以幸福，但你不能再出现了。不，我不接受。傅景恒，你之前可不是这么答应我的。西西，这是我能给你最好的安排了，好自为之吧。傅景恒，傅景恒，你抛弃妻子失信终了，你不得好死！傅景恒，傅景恒，你出来给我一个说法！混乱干什么？还不快滚！我是不是在胡说八道？傅景恒他心里最清楚。傅景恒，你给我出来！傅景恒，傅景恒，你给我出来！他还真是豁出去了，把事情闹得这么大。听说傅家想拒母留子，价格没谈妥，就想让他打胎，阮西西不肯，所以就闹出。事到如今，他俩这个结果，
先不管他们了，我们走吧，婚礼才开始。新娘，你愿意面前的这位男士成为你的丈夫吗？无论他将来是贫穷或者是富有，疾病或者健康，你都爱他、尊重他、接纳他、照顾他，永远忠贞不渝，直到生命的尽头吗？不愿意。好，我宣布，新郎新娘结为夫妻。新郎，现在你可以亲吻新娘。